然后再来是那个我说一下这10点里头也是没有讲到的东西我认为现在影响有点大。来第一个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安培数不够，安培数不够知道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你那个电箱打开，你看最上面那个 Blega 的那个英文叫 breaker 那日文就是那个 Blega 那 Blega 你看它上面写多少，以前的老公寓大概只会给30安培30A 以前的老公寓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电器我知道你们现在扫地机器人什么有的没的，那30安培会发生一件事情，你是3房的公寓3房公寓要有4台冷气加客厅那一台，好，这4台冷气全开，然后你再开个微波炉，再开个吹风机，应该就跳电了，甚至你那个4台冷气一全开就跳电了因为还有常住在那边用电的东西冰箱，对不对？好，所以说你在买这些老公寓就去看一下它支援到几安培，不然会相当麻烦。也就是说，人家讲的水电重拉的电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水是因为怕水管漏水或是什么在弄嘛，那个电就是搞这个东西，不只是换掉不安全的电线，而是要提高它的安培数，然后再更新一点的，会直接给到60安培60安培大概就可以用了4房都可以用。这3种装潢最好不要做，过来人告诉你这些装潢为何让人后悔先说结论，建议你不要做的装潢前3名是中岛、浴缸、系统柜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未来不要买的房子，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不要做的装潢前3名，就是我们来看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装修前必看网易10大最后悔装潢，过来人狂劝不实用那内容是这样这个叫 Social Lab 社群实验室盘点了居家后悔装潢，这个话题的网络声量表现有出圈，所以这个票数非常的多，然后列出了10大后悔装潢，他有整理一张表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就从第10名最后1名这样回头念到第1名好，开始壁纸干湿分离合适开放式厨房、电视墙、木地板、天花板、系统柜、浴缸、中岛对，就这样。好，所以前3名就是中岛、浴缸跟系统柜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3个问题是什么大家有看那个网友的反应嘛？他们来讲这个，首先中岛就是怎样？就中岛就是欧美的那些剧看多了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大中岛，所以就会想到我家也要有一个，好，那你就放但是就会有一个地方很容易翻车，就是你要做中岛代表什么？代表你房子要够大第一点，再来是代表你的客厅跟厨房不会有隔断来像这张图，也就是说你在厨房做菜的油烟是一定会飘到客厅的，这个就是问题。因为我们台式料理都怎么样就是什么煎炸炒之类的，大火快炒，不然就是用炸的所以弄得油烟很多，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欧美家庭会流行中岛因为他们的烹调方式都是什么煮跟烤，对不对？烤箱什么东西就水煮的大概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大火爆炒？不会嘛所以他们油烟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在我们台湾用就会有这个问题。那没有隔断就是整间客厅都是，说不定你沙发都是那个味道那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不推荐有浴缸，接下来要讲浴缸浴缸这东西说真的没有不好我这也有这有事没事的时候泡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讲一下这题外话就是说每当我自己觉得我快感冒的时候当然新冠不算，新冠还是比感冒稍强我自己觉得我快感冒的时候，我就会去泡那个热水澡，故意的，然后泡完之后只要注意不要着凉其实就没事就好很快，那个热水澡的恢复能力是好像有点强这样就这样。所以有浴缸没事可以泡泡澡是非常的过瘾的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没事的时候这件事我们中产阶级什么时候没事？平常回到家8、9点，你弄一下什么就要睡了，你平日没有什么机会会去真的去泡那个澡，然后假日通常也会有事要办嘛，或是出去采买之类的那你也会很少去泡澡。像我的会员朋友就跟我说，他就很后悔装那个浴缸他还花大价钱装那个嵌入式的浴缸也有人念砍入式就是要找师傅来砌的那种，要砌砖然后外面要贴大理石的这种浴缸。
然后他一年只有什么时候会有机会泡，就过年放假比较多天，他才有时间泡澡。平常他也不是不泡就是出差或是去住饭店的时候，有机会会泡一下大概就是这样。那家里那个浴缸一年会泡一次，然后每次水一放马上觉得说这桶热水这个月电费水费又要加多少钱，就会变成这样。而且浴缸它体积又大这样就要占掉快1坪的空间。1坪现在多贵啊你随便就抓40万就好。我说中南部台北听到先不要高潮。那你看你这40万，你可以去一年去住几次？你想到你就去住这个5星级酒店，想到你要泡澡你就去去高级的汽车旅馆，你可以泡几次了，对不对？最后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做系统柜系统柜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它的 CP 值并不高。因为我们做系统柜通常都怎样，要封就是给它封到天花板那既然要封到天花板，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最常见的问题网友们反映就是压迫感变强因为你封到天花板，所以视觉上就会变挤。来，你看这2张图，左边不是系统柜，它就是现成本的家具这样放着那右边是放系统柜的那是不是右边看起来比较压迫？你当然以那个容量来说是右边比较好那可我们中产阶级我们有差吗？而且你好的系统柜做起来很贵呢那不如去买现成的家具，本的家具来摆一摆上面空着就空着有怎样吗？空着的话不是都固定用途吗？上面就来放行李箱，空的行李箱把它抬上去放着不然的话就是把冬衣冬被然后放到一个那个装棉被的袋子，然后把它 K 到上面去，不就是这样吗这样看起来有什么好丑的？对，是蛮丑不过我看大家也能接受嘛。我看我朋友家他们也是这样好来，那第二个是因为使用的频率不高，因为你要拿系统柜封到天花板的那种系统柜高处的东西，你要拿梯子或踩椅子。好，你就拿梯子踩椅子你就上去了，对不对？它至少会做60公分深，60公分深，你人在上面，你要这样上面捞里面的东西，危险嘛对，有一个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在讲久了就变成你就会很懒了那就会变成说这个系统柜它封那么高，那你根本就只是拿来放一些很少会用到的东西。像今天除非你住的是很小的两房你就去做你去做系统柜。为什么？你要去伸出立面高处的收纳空间，那时候我就支持你这样子做，就这样那一般系统柜的话，第一个它会比外面还要就是现成的家具还要贵，然后它会造成这个视觉上的压迫感变强就这样。以上这3个会上榜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我会举得七七八八的啦。那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最后悔的装潢留言讲，我也想看看大家后悔什么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
也一样市场降温哦。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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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现在来讲那个奇葩装修，就是我们先讲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也认为这个东西有道理，它好像不错，它好像很好，可是它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利用起来，它就是有问题的像那个系统柜的储藏空间这件事情，你知道其实我们一般的房子那个厕所的天花板上面都还是空间嘛？尤其是中古屋上面都还是空间，虽然很难看，就是你去把那个维修孔打开，你去看砖墙什么的就长那个鸟样子，可它上面是不是都是空间？是。那以前会怎么做？以前做真的很夸张老公寓就会这样子做咯，他会把厕所的天花板上面去做收纳空间，整个天花板的深度很夸张就说这里可以放超多东西然后从哪边连过去？从主卧连过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厕所跟主卧它中间也有墙隔起来，废话隔起来。可是以前就真的会把衣橱坐在那边就是坐在靠厕所墙，然后那个衣橱高高的，可能连到天花板，然后最上面一格打开，你说我靠，这有那么深吗？这个墙有那么深没有，那是通到厕所的天花板去。就有这个 YouTube 有蛮多的，你可以去看，就很老公寓的会有这种储物的做法，那个根本没办法用，你知道。这个设计师在跟你提说现在房子变小了，要储物空间，来我帮你升找到了，慢慢搞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可是你知道现在如果一个有道理又实用的设计，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它有问题嘛，那个人根本没办法进去捞，你知道捞不到啦，因为它远远超过所谓的60公分衣柜的深度，它就是到你厕所的天花板这么深，说可以放东西东北，放个屁，那个放进去拿不出来，你知道，那个放进去不知道下一次把它捞出来不知道是几年了，或是我们就再来放杂物，就把它堆满了，堆满了以后那我想要拿我以前早些年放的牲畜，那要怎么办？浩瀚工程，东西又慢慢拿出来就有这种很奇葩的设计你看它也不在榜上，对不对？那就显然它早就被淘汰掉。然后再来是那个，我说一下这10点里头也是没有讲到的东西我认为现在影响有点大来，第一个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安培数不够，安培数不够知道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你那个电箱打开，你看最上面那个 Blade 的那个英文叫 breaker 那日文就是那个 Blade 那 Blade 你看它上面写多少？以前的老公寓大概只会给30安培30A 以前的老公寓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电器我知道你们现在扫地机器人什么有的没的，那30安培会发生一件事情，你是3房的公寓3房公寓要有4台冷气加客厅那一台，好，这4台冷气全开，然后你再开个微波炉，再开个吹风机，应该就跳电了，甚至你那个4台冷气一全开就跳电了因为还有常住在那边用电的东西冰箱，对不对？好，所以说你在买这些老公寓先去看一下它支援到几安培，不然会相当麻烦。也就是说，人家讲的水电重拉的电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水是因为
怕水管漏水或是什么在弄嘛。那个电就是搞这个东西，不只是换掉不安全的电线，而是要提高它的安培数，然后再更新一点的，会直接给到60安培，60安培大概就可以用了，4房都可以用。现在我看新的会直接上到100安培，75啊，或是100、120安培，那个数字我有点不记得，反正它就是要因应什么，因应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器融入家庭生活里头。我都看中古的啦，所以我中古的电梯大楼，我现在看起来中数的话是在60，新房子我比较少看，我上次去看是看多少？120是不是？我忘了总之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是属于基础建设，就是你一开始进去你就把它改好然后它会引导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插座的安排不够一样，中古屋它以前没有考量到你们现在是怎样？当初插座就说这样就可以后来我怎么知道你们要生出一个扫地机器人，他自己要有一个插座在地上，谁知道然后什么厨房底下为什么要有插座因为你要有洗碗机因为你要烘碗机。哇，这都新的东西。为什么厕所的浴柜底下也要有插座？而且最好是220的电，那很奇怪吧？你给那个20年前的师傅听到，他就觉得你要干嘛？免治马桶座要用然后这个底下的孔还可以再放一个单独的洗贴身衣物的小洗衣机真的有这个东西哇，真的是越来越会玩总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插座没有留好，就生活上会很不便就变成你延长线来延长线去嘛那甚至有一些地方你要拉220的电，你还要走明线这样跑下来款还就卖就这样装潢这种东西讲不完，一路装潢深似海，然后大家讲的都有自己的道理就分享给你看看。系统柜是这样，系统柜一般来说我们都在处理边边角角，比方说有些房子它不是那个直角，你知道吗？它可能斜斜的这样子，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很逼仄的三角形的空间，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利用。此时做系统柜把它封起来就是一个做法那也有另一种，就是中古屋很常见，尤其是25年以上的中古屋，就是墙壁它会凹出去，你知道，它就是给你一个窗台，然后就凹出去的一个空间，不知道干嘛。我现在看到主流的用途就是做系统柜把它封起来，因为系统柜你可以去客制化那个尺寸嘛，你外面边呢你可能就找不到那么贴合的尺寸。然后还有人就说那边也让它空着，然后就来养猫就来养狗都有所以系统柜没有不好，就是看你怎么利用就看你怎么用我自己喜欢是不做系统柜，就用别人的家具摆一摆。那别人的家具摆摆，你觉得说浪费了收纳空间？我现在是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抱怨反而是你就是买现成的，然后再放一些装饰物，这样挂起来在墙上，看起来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就很不错了。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
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